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台 Makita 的吹尘枪，顺便做一些小测试。还是要不免俗的呼吁一下，麻烦各位朋友动动手指，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这是一台 40V 的工具，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它的规格跟设计。它这一支吹尘枪的话，这边有做一个开关，这个可以把扳机锁住，如果你放在包里面，就不会误触扳机。下面这里有个圆钮呢，就是可以锁住扳机。如果你要长时间使用的话，按下扳机之后，按下这个圆钮，它就可以锁定这个扳机。下面这里有个按钮，可以调整4档的风速。基本上这不是一台复杂的工具，所以它的功能设计上也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相较于起子机的话，它这个头部呢非常的肥。我看Hikoki它也有出一支这个吹尘枪，它的枪比起 Makita 这一支就非常的小巧。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它的规格。官网公布它的风量是 1.1 立方米每分钟，然后它的风速可以到200米每秒，最大的吸力是 10.3 kPa。装上这个 40V 的 2.5A 的电池之后，重量大约是 1.5公斤左右。认真说起来还算蛮重的，特别跟 Hikoki 那支比的话，这支重量确实是重蛮多的。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呢，我发现它这个扳机好像稍微有一点延时吧。在马达的转速没有降下来之前，按下这个扳机的话，会有点延时的现象。假如我按下去，然后放开，又马上按下去，它会有一点 delay。大概会延时1秒钟左右。它这个扳机也是可调速的扳机。另外我有发现，调到最小档的话，它的风量还是偏大了一点。我现在已经调到最小档，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再来就是它最大的致命伤，就是其实还蛮耗电的。像这种 2.5A 的电池，大约只能用15分钟左右，所以还蛮需要经常充电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它这个机器没有挂钩的设计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直接把机器挂起来。然后我买的时候，原装里面也没有附腰带挂钩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配件的部分。黑色的这一根主要就是让你的吹尘枪变成吸尘枪。透明白色的这一根呢，是一根细的风管，一头可以接在机器上，另外一头是一个蛮小的出风口。另外这边有5个吹头，还附了一个 HEPA 的滤芯，可以安装在吹尘枪的进风口。除此之外，它还附了一个像这样子的束口收纳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个吹嘴。左边这3个主要是拿来吹尘用的，最左边这一款是我最喜欢用的。另外这2款的话，这个是比较小孔的，这个是比较大孔的。我最喜欢用的这一款吹嘴呢，它长得是像这个样子，它是2圈的设计，下面这一圈的大小大概跟这个大的口径差不多，尖端这个出口则是比小出风口吹嘴的口径还要再小。所以这个吹嘴基本上结合了这2个吹嘴的优点，中间的小孔可以让中间的风压比较大，外面这一圈则可以提供比较大的风量。另外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它比较不怕在吹的时候不小心把吹嘴给盖住。我等一下可以试给各位看。我们现在装的是这种吹嘴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吹的时候希望吹得干净一点，就会情不自禁的一直靠近。太靠近的话，就会有这种结果，它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现在我换上我最喜欢的吹嘴，这个吹嘴就是我说它有2层的，前面有一个出风口，还有这个边缘这一圈它也会出风。
头太靠近物体的话，风也会从外面这一圈出来，就不会有那种奇怪的声音。然后这个吹头要风压的话，中间这边有风压；要风量的话，旁边这一圈有风量。所以这一颗头我觉得不错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2款的吹嘴。这一款吹嘴也蛮特别的，它是半圆头的设计，然后扁平的，在这个半圆上面会有5个出风口，所以它这一款的出风范围会比较广。最后这一款吹嘴设计也蛮特别的，它的出风则是在2侧，不是前端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细细的塑胶风管，这个风管的大头就是直接接在吹尘枪上面。由于这个风管还蛮细的，其实吹出来的风压跟风量都会比较小。我之前不是提到说这一支吹尘枪，它调到最小的档位，出来的风量跟风力还是有点大。如果你真的需要比较小的风量跟风压，你可以使用这个配件，应该比较适合拿来吹一些电子产品之类的。如果要安装这个吹嘴的话，这个吹嘴上面有上下2个凸点，然后我们就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直接这样子压下去，它咔一声就好了。如果要拔出来的话，这边有个锁定环，必须要把它往下推，然后旋转这个吹嘴，就可以取出来。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蛮不错的。这5款吹嘴里面，只有半圆形这一款，它是橡胶设计，所以它整支是软软的，有点弹性。另外那4款都是硬的塑胶材质。如果要清洁里面的滤网的话，要先把后面的这个网罩给拆下来。拆卸的方式就是先逆时针旋转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根跟对面这一根这边有一点凸点，那我们手就可以拉这个凸点，两边慢慢拉。因为我拍影片只能1只手操作，平常的话你可以2只手拉，就会比较好拉。不然的话，它这个网罩其实设计的还蛮紧的。那它原厂里面是有附一块黑色的海绵跟一块黄色的海绵，这个东西还蛮容易脏的，是蛮需要经常清洁的。另外，它原厂附的这个 HEPA 的滤芯就可以装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吹出来的风，保证里面没有灰尘。这个是吹尘枪的进风口，我们可以连接它附的这个黑色管子，一头连接在进风口这边，另外一头我们可以安装上刚刚那个吹头，然后现在那个吹头就会变成吸头。比如说有一些大型的充气游泳池在泄气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拿这个来吸，就不需要一直去挤压那个游泳池，而且也可以把里面的空气吸得比较干净。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那种装棉被的密封袋，我曾经拿它来吸里面的空气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好用，还是用吸尘器吸比较方便。因为吸棉被那个吸到最后，你要有够大的吸力，才能把里面残留的空气吸得干净。那这个吹尘枪跟吸尘器比起来，还是比较弱一点。最后要跟各位说一下，我这支是一支40伏的。如果你对这支枪有兴趣的话，它18伏的好像已经发布了，目前是2023年3月份。目前我有看到日本那边在做测试，测试出来18伏的并不会比40伏的差，应该很快市面上就可以买得到18伏的哦。如果看数据的话，18伏的数据基本上跟40伏是一样的，然后重量好像还比较轻。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接下来我们来做2个小测试。因为每2-3天就要扫一下地，所以这一支吹尘枪我最常使用在扫地机器人上面。这个集尘盒里面的棉絮已经被我倒掉了，但是它多少还是有粘一些在那个滤网上面。像这种情况，手又捏不下来，如果没有吹尘枪，还真是一个麻烦的工作。
看一下清洁后的效果，看起来还蛮干净的，有一点黑黑的是正常的。我这个滤网也用了有1年了，效果个人觉得还不错。再来，我们清洁一下这个刮胡刀来试一下。先打开让各位看一下里面的状况。我们拉近一点来看，清洁前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一次的实验，我们先使用这一台，我们直接使用最大的风力。基本上95%都清洁掉了，但是我发现可能是这一支的风压并不是很大，风量是很大，但是风压不够大，所以有一些胡渣，像是在这个凹槽里面的，还是有一些残留。我们现在换这一支，再来继续清洁，看看能不能把剩下的清洁掉。发现这个凹槽里面的基本上也都被清掉了。这个小支的风量比较集中，但是它的范围就没有那一支大的广。用来清洁这种小东西跟细部的地方，效果还不错。有一些胡渣，因为上面有点油脂，所以有时候会比较粘在这个刮胡刀上面。一般情况我们都会需要用刷子去刷，但是我发现这支枪可以把它吹掉。基本上都不太需要用刷子去刷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我觉得这一支吹尘枪还蛮好用的，虽然它的风压比起空压机来说还差蛮多的，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小范围的吹尘工作，这一支的表现还令我蛮满意的。特别是在家里，有很多时候都需要去清一些灰尘，这一支就能派上它的用场。今天我们分享这一支 Makita 的吹尘枪，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